前阵子在劳动法令的领域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那就是终于有派遣员工依照相关法令规定，控告雇主可能是假派遣真雇用，并且有成功胜诉，等于是靠着自己的法定权利呢，由派遣员工转为正职，而且雇主竟然还是台北地检署。由于这篇新闻呢，感觉好像没有受到太多人的关注，我想说还是来简单分享一下这个案例以及其中提到的规定，让大家参考参考吧。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来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首先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有关于劳基法对于派遣员工的保护规范。劳动派遣制度呢，其实已经是一个行之有年的制度了。不过过去呢，有不少企业过度运用了这项制度，甚至衍生出了派遣公司所谓的人员转挂服务。这也导致这种非典型的雇佣形态越来越蓬勃发展，而且已经跟原本派遣制度建立的初衷呢背道而驰了。在了解为什么要立法禁止所谓的转挂服务以前呢，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基本的劳动派遣关系好了。劳动派遣呢，是指说某一间企业，它可能这个时候有用人的需求啊，可能是临时性啊，或是短期性的需求而已。这个时候，他就会找到了派遣公司，并且跟派遣公司去签订所谓的劳务契约啊，法令上叫做要派契约啊。派遣公司呢，这个时候就会去找到符合要派公司需求的派遣劳工，并且直接去聘用这些派遣劳工那派遣公司呢，这个时候就成为了雇主的身份，他就必须要去承担所有雇主的法定义务。派遣劳工被派到了要派公司之后呢，就要直接受到要派公司的指挥监督。那对要派公司来讲，它可以填补了这个人力的需求，派遣公司呢，则是承担了雇主的义务以及成本，那从中呢去赚取这部分的服务费用。那么这样子的转挂服务，为什么需要立法禁止呢？由于派遣制度啊，最原始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并且让派遣公司可以协助部分的企业因应短期或是临时性的人力需求，指派适合的员工来去予以支援。然而呢，由于企业直接聘雇劳工的成本日益增加，所以后来的派遣制度就演变成了很多原本的正职职缺也去采用了派遣制度，甚至会搭配了定期契约的形式来聘雇。坦白说，这种模式对于劳工来说其实是欠缺了基本的劳动保障，反而会让就业市场更加的不稳定。为了解决这个现实的困境，过去政府其实就曾经多次提出希望订定派遣劳工专法的政策方向以及主张，也承诺将会逐步减少政府机关运用派遣劳工的情况。虽然后来实际上并没有制定出专法，但是也在2019年的时候2度修订了劳动基准法，增加了不少有关于劳动派遣制度的规范。我们在当时其实就有撰写了2篇相关的文章，放在我们的部落格中，简单分享了当年劳基法修法的脉络。有兴趣的读者呢，不妨回头去看一下我们之前写过的文章哦。简单分享一下当时候修法的状况。首先是在2019年4月的时候进行第一次的修法，并且正式的将劳动派遣入法。其中呢，在劳基法第2条中增订了有关于派遣事业单位、要派单位、派遣劳工以及要派契约的名词定义。那接着呢，在第9条中规定了派遣事业单位与派遣劳工之间应该约定为不定期的劳动契约。第22条之一呢，则增订了要派单位对于派遣事业单位有积欠派遣劳工薪资的时候，那如果主管机关，也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劳工局劳动局，在介入裁罚并且命令限时给付工资之后，那要派单位呢就必须要负代偿的责任。同一年的5月份呢，又进行了第2次的修法，这次呢则增订了第17条之一的规定，禁止要派单位与派遣事业单位之间有所谓的人员转挂服务。那这个我们在后面会再详细的说明。此外呢，也增订了第63条之一，要求要派单位对于派遣劳工在发生职业灾害的时候，也必须要负起连带的赔偿与补偿责任。这支影片呢，主要就是基于当年所增订的第17条之一的规定。那我们来分享一下，终于在法令上路了多年之后，有第一个案例，劳工依照这一条来去成功的主张了自己的权利。那我们接下来就进一步的来分享所谓禁止派遣业者的转挂服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劳基法第17条之一的规定其实是有一点复杂的，那我们在画面上呢就提供了完整的条文让大家参考。
简单来说呢，法令是希望明文规定，并且禁止实际需要用人的公司或是要派单位自行透过招募、面试或是其他的方式，先去决定了人选，然后再将该劳工转由派遣公司雇用。实际上呢，这个劳工虽然都是接受要派公司的指挥监督啊，去从事工作，但名义上呢，却是派遣公司所聘用的劳工。这个就会跟我们上面所说传统的派遣制度，其实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劳动部后来在2019年的7月的时候，有发布了一则解释令，明确的针对禁止转挂有进一步的说明。其中有提到，所谓的禁止转挂呢，是指说要派单位不可以有事先指定特定派遣劳工的行为。比方说，要派公司呢自行招募或是决定了派遣人选之后，再改要求派遣公司来聘用，或是在要派契约届满的时候，也就是派遣公司跟要派公司之间所签的约，那这个时候呢，要派公司又请新的派遣公司要去承接雇用原本的派遣劳工啊。坦白说，这个在政府机关是最常见到的情况哈。那像这类的情况，都属于劳动部所说的违反了本条规定所说的禁止面试及其他指定特定派遣劳工的行为。总而言之呢，我们从劳基法第17条之一的规定来看，如果实际上需要人力的要派公司或是要派单位，其实是不能够用各种的方式去介入人员的招募过程的，否则该名劳工就可以依法主张自己应该要直接受聘于要派公司或者要派单位。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次实际上看到的案例吧。这个案例呢是依照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劳诉字第99号民事判决所公开的内容。如果想要看完整的判决的话，也可以点击我们下方资讯栏，我们有附上了连结给大家参考。这个案例的劳工呢，他是透过了某一个协会的网站，看到了某一个心理咨商中心有在招募关护追踪辅导员的职位，于是呢，他便在2023年的8月呢去投递的履历。那8月21号就收到了派遣公司的简讯通知，要求他在8月24号的时候必须要到要派单位，也就是台北地检署来进行面试。这场面试呢，都是由地检署的相关人员来去主导的。那派遣公司这边其实并没有实际派员来参与。后来呢，地检署通知了派遣公司要录取当事人，而派遣公司再转达给当事人，告诉他要在9月1号的时候直接到地检署报到。那直到9月4号的时候，这个劳工呢，他才跟派遣公司签署了劳动契约。不过在到职之后啊，地检署他多次要求这个劳工要调动到法务部，甚至暗示他说，如果不愿意配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安排。那这个当事人呢，无奈之下，他就只能同意调动了。只是后来他发现法务部的工作内容跟他当初面试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在10月20号的时候也请求想要调回地检署，最终呢，在11月8号被通知正式调回了原本的职务。然而啊，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可能觉得地检署的做法其实是不太妥当的，于是他就在11月3号的时候，已经有向地检署去发出了存证信函，他有具体的提到要求依照劳基法第17条之一的规定，直接改为由台北地检署雇用，不过却遭到了地检署拒绝。而且啊，这名劳工发现地检署后来呢，又有自行对外招聘跟当事人完全是担任相同职务的临时人员，这也让这名劳工认为自己好像确实是有直接被地检署雇用的可能，但是却遭到了不当拒绝。因此呢，他就依法主张自己跟地检署之间应该视为已经成立了劳动契约，并且要求地检署呢要支付他薪资以及提缴劳工退休金。总而言之呢，当事人他是依照劳基法的相关规定，认为要派公司，也就是地检署这边，在派遣公司正式聘雇以前，已经有面试或指定派遣劳工的行为，因此提出诉讼主张，他跟地检署之间是存在雇佣关系的。那同时呢，他也提出了备位请求，也就是假设法院不认定他跟地检署之间有雇佣关系的话，那他就主张跟派遣公司之间应该是不定期契约，那公司这边就不能单方面的以业务结束为理由来去跟他终止契约。那同时呢，他的备位请求就是要求确认跟公司之间的劳雇关系还是存续的。以上呢是判决书里面所记载劳方这边的诉求，那当然呢，资方这边的说辞一定是跟劳方完全不同的。由于在派遣的关系中，要派单位就是希望将劳动成本可以转嫁给派遣公司，所以自然是不可能同意当事人的诉求的。
那以下呢，我们就分别来摘要一下台北地检署跟派遣公司这边的答辩。先来看一下地检署的主张吧。地检署认为呢，当事人的劳动契约从头到尾都是跟派遣公司所签订的，并不是直接跟地检署这边建立劳雇关系。那不管是从契约的对象啊、薪资给付、劳保的投保单位，或是契约终止的权限来看，当事人的雇主都应该是派遣公司，而不是地检署才对。那在答辩中也有提到，虽然当事人在任职期间确实是接受地检署的指挥监督，不过这个是派遣人员的正常运作模式，并不代表地检署就会这样子而成为直接的雇主。另外啊，当事人最一开始其实也是向派遣公司这边来投递履历，后续也是由派遣公司来通知面试、资格审查以及缔结劳动契约。所以从这些程序来看，派遣公司才是实际上的雇主。地检署只是需要符合专案需求的人而已，所以才会参与了整个筛选的过程，并没有违反劳基法第17条之一的规定。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派遣公司是整个诉讼中被未请求的对象，所以我们也来听一下派遣公司这边的主张。派遣公司表示，当事人本来就是因应地检署的临时人力需求而被聘用，属于专案性质的派遣人员，而不是正式的员工。派遣公司在面试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向当事人清楚的说明，如果到时候契约到期的话，那由地检署改为自行招募，公司这边呢就会终止了整个劳雇关系。派遣公司这边也表示，由于地检署呢从2024年开始就改为自行招募这个职位，所以公司这边便依法终止跟当事人的劳动契约，并且也都有支付资遣费，完全是符合劳基法第11条所定的。另外，他们也有提到，当时候同样在这个专案工作的其他5个员工都选择自行离职，直接应征了政府机关的职位，只有当事人他有提出诉讼。最后啊，派遣公司也有补充到，他们的经营状况其实并不是很好，所以已经接近了停摆的状态了，甚至只剩下唯一1名的派遣员工，而且这名员工在隔年契约也将会终止了。派遣公司会提到这点，主要是因为当事人认为公司还有其他的职缺，所以派遣公司认为这个说法并不是正确的，而且公司呢又是完全依法去进行资遣，所以请求法院啊要驳回这个劳工的诉求。听完了劳资双方完全不同立场的说辞之后，我们最后就来看一下法院的判断是怎么样吧。法院这边在判决中有提到，基于直接雇用的原则之下，劳动派遣关系应该是属于例外的状况。要派公司也就是本案的地检署，是不可以自行发出真人启事，经过面试啊或是甄试特定劳工之后，再由派遣公司这边跟特定的派遣劳工去成立劳动契约。另外一方面呢，要派公司虽然可以直接指挥监督劳工，并且针对他劳务提供的方式去进行合理的监督，不过就不能介入像是工资等等劳动条件的实质决定。否则呢，雇主这样子去使用特定劳工，可是却不直接去雇用，其实就是变相的利用劳动派遣制度来去规避了劳动法令上所课予雇主的责任，比如说投保劳健保啊、解雇保护啊等等这些法定的义务。法院这边也有提到，既然劳基法第17条之一第1项已经有明文规定，要派单位不得于派遣事业单位与派遣劳工签订劳动契约以前，有面试该派遣劳工或是其他指定派遣劳工的行为，那么要派公司呢，或是派遣公司就应该要遵守这项规定。我们再进一步归纳一下法院所提到的理由，主要可以分为以下的几个重点。第一个呢，是地检署这边主导了整个面试与录取的程序。这名劳工他既然是应征关护追踪辅导员的职位，履历呢也是寄给了派遣公司，但是实际上的面试却是在台北地检署这边进行的，而且面试官全部都是地检署的人员，派遣公司这边根本没有派员参与。那在录取之后呢，通知跟报到的安排也都是由地检署来负责，这可以显示出地检署在决定录取上其实是具有实质的权利，并非单纯的用人单位而已。第二点呢，则是工作的安排与管理都是由地检署这边来决定。这名劳工他在到职之后，地检署曾经要求他要调动到法务部，而且主管也直接跟他说，你可以不同意调动，但是我们有权请派遣公司换人。这也显示出当事人的工作指挥啊、管理权限，实际上都是由地检署来掌控，而并不是由实际上的雇主，也就是派遣公司。第三个就是重点了，派遣公司跟要派单位这边都违反了劳基法所说的不得先面试的规定。依我们上面一直提到的劳基法第17条之一的规定，
要派公司也就是地检署啊，其实是不能在派遣公司跟劳工签约之前就先行面试或是指定特定的派遣劳工。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啊，地检署不仅先面试了，而且还自行决定了录取人选，明显就已经违反了劳基法的规定了。最后一点呢，是法院这边提到，地检署其实是变相规避了直接雇用劳工的义务。虽然派遣公司这边负责刊登征才广告，这个劳工呢，他也是向派遣公司这边来应征。可是实际上啊，是由地检署这边来主导选人，来去决定要录取哪一个员工，等同是利用了派遣制度，规避了直接雇佣的责任。所以啊，地检署最后辩称只是进行资格审查，没有直接介入劳动条件的约定等等。法院认为其实是并不具说服力的。最后，法院认为当事人既然已依照法令的规定，在提供劳务之日起90天之内，用书面的方式向台北地检署这边提出订定劳动契约的意思表示，也就是他认为要跟地检署这边来签约啦。那么呢，依法就应该视为当事人跟地检署这边是已经成立了劳动契约，并且也应该要依照法令的文义，以当事人在地检署工作期间的劳动条件为劳动契约的内容。所以到这边最后的结论呢，就是当事人他不只可以直接转正受聘于地检署，而且被解雇之后啊，到复职之日为止，地检署还是应该要给付薪资给这名劳工。总而言之呢，虽然本案啊地检署还是可以继续上诉，但是我们从这个案例中也凸显出，只要劳工了解该怎么样适时的举证，并且运用相关的法令规定，其实还是可以伸张自己的权利的。不得不说啊，真的很敬佩这位当事人勇于出面，才让我们看到了第一起派遣劳工成功的转正的案例，而且他的对象还是司法机关。这其实也代表着劳动派遣在修法的好几年之后呢，终于正式的迈出了一步。那后续的上诉结果以及判决是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或是想法，都欢迎在下面的留言提出，跟大家一起讨论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